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故事发生在重庆市江津区中山古镇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20岁的重庆小伙刘国江爱上比他大10岁的寡妇徐朝清。为了躲避世人的流言蜚语，两人带着寡妇的4个孩子，私奔到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中隐居，在那里携手度过了50个春秋。为了方便爱人上下山，刘国江用50年的时间，在悬崖峭壁上徒手凿出了一条6208级的爱情天梯。今天我就来到他们隐居的深山密林，来亲眼看一看这条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天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今天我来到了爱情天梯，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。这个叫半坡头的地方，山高林密，古树参天。进山的柏油路修得不错，但对于外地司机来说，弯弯绕绕的盘山公路两旁尽是压抑的大山，行车时也有一定的心理压力。但不管多难，我都想亲眼看一看这条天梯，见证一下真正的爱情。同心桥，这个是建成景区以后修的，而在早先呢，仅有一根险峻的独木桥连接这座大山。眼前的雕像就是依照2位主人公老年时的真容而塑造的，两人手里拿着农具，笑容慈祥而幸福。树像身后的山壁上刻着4个鲜红的大字“爱情天梯”，这是由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所题。你一定会十分疑惑，为什么当年20岁的帅小伙刘国江会爱上比他整整大了10岁，并且带了4个孩子的寡妇徐朝清呢？事情得从他俩第一次见面说起。那是1942年6月的一天，16岁的美丽姑娘徐朝清一身红色嫁衣，坐着花轿，在唢呐声中嫁到了高滩村。没想到半路上花轿被6岁的刘国江所拦。原来山村有个习俗，掉了门牙的孩子呢，只要让新娘摸一摸嘴巴，新牙就会长出来。那几天刘国江刚好掉了门牙，所以他的伯娘抱着他到轿子前，让新娘子为他摸一摸嘴巴。首次见面给刘国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好美的新娘呀！岁月如梭，婚后10年，徐朝清的丈夫因脑膜炎去世，留下了26岁的她和4个孩子。少女成了寡妇，婆家人不待见，还被冠上克夫的名头。徐朝清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得举步维艰，而刘国江也从当年缺牙的小屁孩长成了翩翩少年，心中最美的新娘子仍然是徐朝清的模样。有一次，徐朝清和孩子不小心掉进河里，16岁的刘国江跳进河里救起了他们母子。第一次正眼看他，之后呢，就经常主动帮助他担水砍柴照应家务。徐朝清也因为救命之恩心生感激，此后常常家里有什么好吃的珍贵的东西都会省下来，趁人不注意偷偷拿给刘国江。如此过了4年，两人渐渐地培养出了感情。但两人一个是热血青年，一个是带着4个孩子的寡妇，在那个封建年代，怎么看怎么伤风败俗。闲言碎语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庄，流言就像刀子一刀刀扎在两人的心里，甚至还有人在背后说徐朝清不守妇道，勾引10几岁的小伙子，丢人。就这样，有一天的早上，村里人发现徐朝清和他的4个孩子不见了，一同不见的还有刘国江。那么他们去了哪里呢？原来他俩私奔到了这里，重庆4面山叫半坡头的深山老林，海拔1500米，荒无人烟的悬崖峭壁之上。两人在青山绿水的见证下结为了连理。然而最初山上的日子别提有多艰难，他们住山洞，搭茅屋，挖野菜野果，到河里捕鱼，日子苦得连盐巴都没有。
每晚还能听见山里面野兽的嚎叫。但只要两颗心紧紧在一起，再大的困难也没有压垮他们。两人在悬崖上开荒种地，养蜜蜂，盖起了土房。后来又有了4个孩子，除了1个孩子夭折以外，他们共同在山间抚育了7个孩子。如今孩子们都已经长大，他们也并不完全与世隔绝，有时也会下山到集市里买猪仔、买蜂蜜，送孩子们出山念书。但50年来，刘国江从未将徐朝清一个人留在家里过夜。刘国江每次下山买东西，徐朝清都要到山下的独木桥边守候。而上山下山只有一条被猎人和野兽踩出的小径，通行非常危险。徐朝清曾摔得全身淤青。为了爱人和孩子能够更加安全方便的出行，刘国江下决心修造一条通往山下的路。从此他便默默开始了这项孤独浩大、温柔而坚韧的工程。寒来暑往，年复一年，手锤打坏了20多把，铁钎凿烂了40多根，终于修成了下山的路。而刘国江也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白发老翁。50年的相依相伴，50年的相濡以沫。2007年12月，刘国江因脑溢血去世。弥留的6天里，徐朝清一直守在刘国江的身边，两人握着手，徐朝清跟刘国江讲话，回忆50年来两人一路经历的风风雨雨。刘国江离去的时候，还紧紧地攥着徐朝清的手。5年以后，87岁的徐朝清也追随刘国江而去。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，随着他们的双双入土，成为了世间绝唱。前方爱情天梯的牌坊是后人们为他们所立的，过了牌坊便是刘国江徒手所凿的6208级天梯了。牌坊上的对联写着：指刃如钢，抡锤砌石6000几，情柔似水，以沫相濡50秋。如今的爱情天梯成了许多恋人的爱情朝圣之路，他们的故事还被写成了歌，拍成了电影。天梯第1部，这就是见证这场绝世爱情的信物了。但是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，非常遗憾，我没能走完天梯，带大家亲眼看一看2位老人生活了50年的家园。因为天梯太过险峻，雨天湿滑，我不小心把尾骨给摔折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就留给下一次吧。我希望下一次可以走完这6208级爱情天梯。愿有岁月可回首，且以深情共白头。爱情天梯能否给你再次相信爱情的勇气呢？